皆様こんにちは KT des。这天是自驾旅游第6天，今天行程还是预计在大雪山区域。虽然前一天刚在黑月滑完雪有点累，但想说既然都来到这附近，隔天就干脆冲北海道最高峰旭月啦。虽然旭月其实也就在黑月的旁边，但是从地图上来看，开车过去也是必须要绕一大圈。预计绕过旭川周围要开2个小时左右，不过导航时间真的只是参考，所以我大概一大早还没8点就出发了，提早先离开陈云峡的山路。第一站我们先来到了最近的城镇上川町，这里的积雪意外的也不少，先来便利商店买个喝的再上路吧。哎呦，ございます。我今天早上先到上川町这边，然后因为昨天住的民宿是没有附吃的，然后我现在呢，先来便利商店休息一下，买个咖啡哦，再继续上路。哇，这边真的是超级冷的。好，先来便利商店。出了上川町，继续往旭月前进。只能说出游这几天天气真的非常好。每天几乎也没什么风雪，太阳大到坐在驾驶座也被严重曝晒的程度。接下来进入旭川周围，行经东川町这个我非常有兴趣的小镇，周围听说也有不少雪场，大概又开了1个小时左右。我们先找个道路休息站休息一下吧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 Montbell 的一个店。有一个实体店，从这边这个米津诺 Aki 呢，要开到旭月呢，还要差不多30多公里，差不多还要半小时多吧。米津诺 Aki 西嘎哇稻草馆，这里有很多可以买饮料的，也有咖啡机，然后这边也有很多资讯可以拿。东川町的，还有旭月就是在东川町这边。哦，很多资讯。哇，他们店整个感觉很大。哦，这边也有卖这个藏参，旭川特产，它就是很特别的那个巧克力，一种巧克力饼吧。看一下，来到这个米津诺 Aki 了，就要用垫子盖章一下。米奇雷博。看一下今天的气温，只有快负10度而已。离开道路休息站，继续上路。镜头一转，再次进到了有积雪的路面。虽然2月那几天气温回暖，有许多融雪，不过稍微移动到海拔高一点的地方，积雪量又开始变多。越往山上前进，道路变得越狭窄。还有随时在弯道也得注意对向的来车，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沿路也得非常小心安全驾驶。还记得上次来旭月的时候，已经是去年秋天，跟老公一起来的，没想到今年冬天会自己租车自驾来，甚至预计要来滑雪。不过这次的行程真的是有点小冒险，但也是计划许久，非常想来一探究竟冬天的旭月。北海道最高峰究竟是什么样子呢？越往高处走，积雪越来越多了，两旁的树木直接让我联想到迪士尼的动画 Frozen， 感觉就是真实的冰雪王国。会不会突然冒出艾莎呢？因为即使生活在这里多年，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。每一小段路跟每个角度都美得让人想永远收藏。不过道路此时变得也有些颠簸，因为路面积雪跟车流来来往往，导致路面也有些凹凸不平，需要非常集中精神，小心驾驶。美景归美景，其中还是潜藏不少风险啊！因为也是开租来的车子，让我非常不能大意。在经过几个弯道后，旭月的山顶已经远远出现在眼前，上面还环绕着一堆云雾，显得一点神圣跟神秘感。再过不久，我们就将抵达缆车处的停车场喽。
啊，这是什么？国立之公园阿塞大给。到了，到了。 OK， 我们到旭月 Roadway 路口这边了，旭月缆车路口，哇，超多车的。然后我现在呢已经把车停好啦，就停在这边的停车场。然后我今天就是要来旭月滑雪啦，哇，今天又是一个滑雪的行程哦，那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喽。旭月 Roadway， 哇。 我也是第一次冬天来到这里哦。哇，上次是跟老公一起秋天来，哇，不知道这次会怎样。哇塞，一进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排缆车的人潮，哇，排队排这么长啊 ！Oh my god！ 今天如果是要来滑雪的话，我就不会买往复券了，我会买单程票，因为我没来过，说真的。 先买一次单程票1400，试看看好了。我先买了一个骗道券1400日币，先滑一次看看喽。我们要来搭缆车喽。如果你下来时间刚好，那你跟他讲嘛，OK， 我们上来喽，还是一样是这个 Sakadami Station， 之前又来过的支线站。 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 course， 我们今天呢只有要滑 course 里面哦，而且其实这边呢已经不适合初学者了，没有那么厉害的，可能就滑 B 跟 C 了 ，B 跟 C 比较不会那么陡。然后呢，其他呢都是 course 外呢，或是大家还有人要爬上去 backcountry， 那边都是要有装备才可以的。这边呢，它也有一个地图。 我今天就滑 B 跟 C 看看 ，B 呢都是属于稍微比较缓一点的，然后其他两个是比较陡。然后呢，它这边都有写了，如果是滑 course 管理区外呢，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故呢，它那个救助的费用要100%自己负担哦。对，反正呢就是这样子。OK， 我们上来了，来看一下。 哇，这边的气温-16度而已，这边是2000多公尺啊！哇，这里就是北海道最高峰了。哇，我上次来是秋天，这次是冬天。哦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先从 B course 滑下去啦。A 那边就是黑线。哇，这边看一下，这边。 也有一些观光客先来这边拍照。在滑雪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先来一个观光行程啦。我们先走去那边拍个照，然后再滑下去。哇，第一次冬天来这边。哇，大雪山旭月 Roadway， 就是这里。 哦，哇，这些人都是要爬上去 backcountry 的。哦，这边再过去滑就是要有装备啦。我们先去拍个照就好了。哦，哎，今天根本就是一般来爬山的行程的，我现在只是要爬上去拍个照而已，白茫茫一片哦。
哇，这个景色就很厉害了。哇，然后那边有一个展望台，这个感觉这边还是要穿雪鞋，专用的雪鞋来走会比较方便。看我刚才从那边走过来，这样拍随便拍一家就要下去了。耶！耶！哇，这上面真的蛮冷的，我已经开始在流鼻水了。OK， 我要下去了，我们乖乖的回到 course 里面喽。耶！大雪山，阿塞大给。耶 ，OK， 哎，我们拍完照，我们可以拿着本子坐缆车下去了。啊，开玩笑的，哇，我说有点累啊。OK， 那我就带大家跟我一起滑下去喽。这一路我将分享一下此行的滑行心得。首先坐箱型缆车到1600公尺的支箭站后，我们往左走，从 B course 出发开始滑。因为往右的 A course 就已经是黑线程度，斜度30度以上。B course 距离有1000公尺，最大斜度23度，已经算是红线中级程度以上的滑道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目前就是勉强可以中转，还算是菜的阶段啦。滑道的两旁有插旗杆，代表越过旗杆外就是道外啦，也就是 course 管理区外。管理区外的遭难事故救助费用是要100%支付的哦。所以像我这样菜的人，我们就不要去冒险啦，乖乖滑在雪道内是最佳选择。不过旭月也公告说，这边跟一般滑雪场不一样，是属于国立公园野山保护区，所以呼吁大家也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。总之就凡事小心啦。虽然看起来的确此趟有点越级打怪的感觉，滑道有些地方说真的不算宽，也有点窄，非常考验转弯和控速的能力。有些地方就干脆 L turn 或落叶飘摆烂滑行下去也可以。总之此趟就是不要跟自己的程度过不去啦，因为我主要也只是想上来看风景的，而上面的视野很宽阔又壮丽，算是还蛮震撼的。Oh my god！ 接一个上坡 ，Oh my god！ 哇，我只能走上去了 ，Oh my god！ 我现在真的是，只要我现在一手拿相机的话，我会有点不敢打直板。啊，对，我是很猜的是，边拍边滑要厉害的话，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我刚才呢，从那边最上面那边滑下来哦，那边真的也有一段蛮陡的，因为那边如果速度没有控制好，真的会爆冲，应该会跌伤的啊。然后这边突然接一个上坡，很多人也在这边爬坡了。哇，看这边风景好美哦！哇，滑来这边先休息一下，看一下风景。哦，哇，我们今天不要勉强自己，我们是来观光滑雪的，然后上来拍照。老实说，因为我今天有点累了。我拍个照，然后再继续滑下去。又如我说的，因为这趟主要是上来看风景的，就依自己的能力顺滑，不要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。因为大老远跑到这边，总不想要失速滑到雪道外，还要被人救助，这一切都是个人的责任。然后我们再滑一小段，就准备接 C 的树林 course 咯。这里的滑道，我只能说，真的跟我到目前接触过的雪场很不一样，有很多奇特的坡度。边滑边走，现在到了那个转弯处，我们要接 C course 咯，一样是中级。哇，好
漂亮哦！哇，有可能先往下一小段，又突然要接上坡。如果我速度没有特别快的话，有些路面我还要拖板下来走一小段，但总比板子喷飞到旁边还好。然后这里上面一大堆大大的树冰，真的是太漂亮了让人仿佛置身冰雪王国。再经过一个转角，我们就准备要接 C 的 course 了。程度还算中阶左右的朋友，我们要记得别走错。C course 距离长达2500公尺，最大斜度有20度，可能算是比较初阶入门的树林 course， 但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挑战性啊。由于我滑的不是特别快，有些窄的滑道我的速度太慢会前进不了，只能慢慢推板走路。很多滑道就是考验绿线小转的能力了，虽然很有挑战性，我们还是安全至上，小心滑下去。要注意别撞到树，也要注意一下旁边滑的人。途中累了的话，稍微靠旁边一点补充水分，坐下来休息看个风景也可以。这趟真的是有点滑雪践行的感觉了。讲了这么多，可能这个个中之味，也就只有来过的人可以晓得了。虽然高手应该都是更往上去背 country 了，我们这样初级到中级滑者，可以先在下面练一下，然后就这样滑滑停停，停停滑滑，再过不久就即将抵达下方缆车搭车出发处喽。滑下来了！看到罗布威站了！看到山路站了，我们滑下来了！好累，好累！OK， 哇，虽然对我有点难，不过这一趟很值得啊！看一下中间的这个景色，这边有一条小溪，等一下就走回去休息一下。OK， 我们滑完啦，然后回到这个Roadway 站这边休息一下。看一下，好累好累。再从这边搭Roadway 上去，买了一点吃的点心，我这个热可可，然后还买了这个马铃薯甜薯饼吧。我每次来续约，我都喜欢吃这个，这个还蛮好吃的，如果来这边呢，不是背康水，然后只是滑这个course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雪道呢，说真的是还好，但是我个人会觉得，最好呢是要有一定程度，可能至少红线可以中小转，再来会比较轻松。而且因为它这边地形都很特别，会有一些上下，有上坡跟下坡，所以如果说那个速度如果控制没有很好的话，就很容易失速。而且它那个地形真的很特别，然后雪道也没有那么宽，但是我就觉得这次来了很值得，下次我就觉得我想要再来挑战一下看看。我现在滑完雪了，要来泡个温泉一下，日归温泉。这边在续约这边好像很有名的汤圆永曲庄日归温泉，我来看一下永曲别温泉神之汤。OK， 就是这边。好，那我要先去泡汤啦。我泡完汤啦，让大家看一下他们这个温泉这个里面这个休息的地方。哇，那边还有炉火。他们这边呢就是一个饭店。泡完可以在这边沙发这边休息一下，再走。滑完雪、泡完温泉后，时间已经来到下午4点多，就赶快出发前往今天要住的民宿啦。由于隔天的行程大多在美瑛跟富良野，考量地点跟时间距离，所以住宿就选在美瑛附近。从旭月开到美瑛距离大概40公里，要开50分钟多，算是还不太远的距离。
正好夕阳下山，道路阳光反射很强，一路慢慢开，大概在夜晚前就可以抵达民宿喽。OK， 我 check in 啦，让大家看一下我今天住的这个民宿。这是在北英这边，感觉很有家庭感的一个民宿诶。它是一个一户建，这边一进来就有一个单人的一个小床。这边感觉它地板还蛮暖和的。然后这边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小桌子。哇，今天这个衣架很大。我这个去滑雪，我需要晒很多一些小物，衣服的小物。这边感觉有一个小阳台，哇，这个阳台好可爱哦！哇，我住那么多天，终于有一个小阳台。开了一天车，滑了一个下午的雪，哇，好累哦。晚上搞不好可以在这个阳台这边喝个啤酒，休息一下。看这个民宿的晚餐，哇，好像蛮丰盛的。他说这是一个什么炸鱼 ，OK 炸鱼，哇，那我就要开始吃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还有。他们用的这个番茄超级好吃的，哇塞！人家说是用什么醋泡的，有点甜甜的。他们的这个野菜都很好吃，而且他们的饭可以续，我味噌汤也跟他们要了。Trees aren't green, the ocean is gray, sky is a vague blue, come my way. My room is a mess, it could use a hand. My favorite TV shows to capture in. I know must get it right, must get back in the fight. This can't be a surprise. I think I'll let it slide. I'm sleepwalking through all of my problems. I know I can't make it through. Every night it's the same. I keep running fast, left and right, wondering where my head's gone now. I'm sleepwalking through all of my problems. I know all of my problems. I know. Where did it go? The feeling of thirst, desire to be a rock in my heels. I'm numb as a poison, flows in my veins. Guess I got used to avoiding the pain. I know must get it right, must get back in the fight. This can't be a surprise. I think I'll let it slide. I'm sleepwalking through all of my problems. I know I can't make it through. Every night it's the same. I keep running fast, left and right, wondering where my head's gone now. I'm sleepwalking through all of my problems. I know all of my problems. I know. Maybe I need a break. Maybe that's why I fade into this bitter taste. I think I'll let it be.